明天不是要谈判吗？再加上他老爸现在是实体联盟的轮值主席，我就过来跟他们谈谈，看他们要跟我怎么玩。这我倒没听说哎。我也是昨天刚知道的。毕竟我不想赔了本赚吆喝，一边跟他们结着盟，一边又把我给害了。段然不是那样的人。我知道他不是，但是他爸不一定啊，毕竟以前被他害过。说起来，刚开始瑞可是你创办的呢。是啊，好长时间没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个公司了，还挺想念的。走吧，办公室走走。好。你知道是没什么变化啊。是西西练就。谢谢。我这人也练就啊。我觉得，人是旧的可爱，东西也是旧的值钱。你就别想了，瑞和我都是不可能的。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吸引人呢？我们不是一类人。难道你不觉得同一类人没法在一起吗？只有互补才能一起。陈朗，其实我很欣赏你在商业上的能力，但是你为什么总要做那些龌龊的事呢？龌龊吗？我可能用词有些直接了。其实外面人怎么看我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你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吧？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不想变成我父母那样的人，一辈子碌碌无为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那不是我要的生活。巧了，我就想要那样的生活，好好的活一辈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用多想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普通朋友，这些都与你无关。行吧，既然段总也不在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谢谢你的水。慢走。对了，夏云，其实有件事儿，我觉得可以提醒你一下。什么事？我知道你现在是瑞的暂代 CEO，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你应该想想，钱西西刚接手公司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做的。宝贝就在你们自己家里。尾货牛仔专场。没错，五哥哥。这个宋二江啊，气场特别强，总是板着脸，讲话也厉害，所以明天上了谈判桌啊，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气势上绝不能落下风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明天谈判得把全部的宝都押上去啊？那风险太大了，沈叔，不能那么干啊。沈叔，我知道这事儿吧，您这边也好。QE 也好，不好直接出面，但是你也给我介绍几个是不是做商场品牌的代工厂，让我挺几挺的。这个老宋把你爸拉到实体联盟去，为什么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
这样于公于私，我和老段啊都不能直接出面了。行吧，我就过来，我就过来撞撞运气。你要是帮不上忙，那就算了，我再看看别的。我和老段都认为啊，电商才是未来的趋势。不过创业就有波折，对你也是历练，好好加油。历练吧，我走了，师叔。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是不是琢磨出什么办法了？也不能说是我琢磨出来的吧，就是有人跟我说让我学学西西，像他刚找到你那样。咱们再干一场，怎么样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接着改衣服？你是有实力的，而且我觉得你是有梦想、有主张的人，只是以前没有机会嘛。那说不定咱们现在这场危机就是你的一个机会啊！与其咱们在这儿闲着发愁，不如抓住机会，实现梦想。你说呢？我觉得特别好啊！哎，你肯定行的。宋主席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小陈啊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现在你们直播联盟有一大半的人已经签了这份协议了。如果你不想在谈判之后公司关门大吉的话，就考虑考虑吧。主席还真是直言直语啊。可是这不是就是要用贴补离间分化我？不是，我这是在和大家一起求活。求活？您这哪是求活呀？这是分明想玩死我们呀！这是要我们死啊！谈判还没开始呢，就出这种协议，您这什么意思呀？年轻人，别那么大火气，坐下。先坐下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这2年，你们线上风生水起，我们实体承担了多大的损失和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是时候，大家一起来把账算算了。就刚才那个哥们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掌握着整个福建省最大的美妆供应链，咱要是把他搞定了，双11就有戏了。看不出来呀，那兄弟。他可厉害了。是吗？哟，段总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？哎，还生我气呢？想喝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。那还真不用，现在我还真就不敢跟你沾上半毛钱关系啊！您先喝着，我们走。哎，别走，段总，哎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。怎么了？我还是代表服装联盟跟你聊几句呢。线上风生水起，线下受委屈，这是时代的问题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您这不是算私账吗？我算看明白了，主席，您这是利用这个节骨眼给我们狠上一课呀。那就当你们这是交学费吧。交学费我们乐意啊，给老同志交点学费愿意，但这不行啊，这是强买强卖啊。这是对你们好，
我们服装联盟跟实体联盟进行捆绑，何尝不也是被逼无奈吗？关键谁愿意跟钱过不去啊？是不是，段总？那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估计你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咱们今天正好撞上了，我也不妨告诉你，实体联盟现在正在打算做一项行动，他们准备用补贴金分化瓦解你们直播联盟。年轻人，你今天一天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干，在外面闲晃呢？这要搁别的线上店铺、平台供应链，现在这个当口，应该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。这几天的销售额，说不定能占他们大半年的，对吗？我也知道停工对你们意味着什么。你公司开着，钱进钱出，每分每秒都有真金白银的成本在哗哗的流走。所以，你只要签了这份协议，我可以保证，服装联盟不仅可以马上供货，还可以给你返点作为补偿。你可以趁着那些想不开的不开工，得到更多的利润。所以说呢，还没等你这边谈判开始，你那些180个兄弟早就化作鸟兽散了。小穆总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您说的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哎，不信你去问他们。哎，段总，反正我这做哥们儿的，该说的都跟你说了。我知道之前我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啊，就当是给你道歉了。谢谢你啊，穆总。陈总是个聪明人，好好考虑一下。我还有点事，就先走了。哦，我听说你最近和 QE 段家的小段公子来往密切，我只能提醒你一句：你们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别搬那么重啊，小心闪着腰。没事，店长，我在以前公司经常这么搬东西，小意思，习惯了。哎，卢慧呢？他说有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哦。哎呀，卢慧啊，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，不爱看书，也不爱学习，干活偷懒。店长，你这么说话，他心里会不舒服的。我说他还不是为了他好啊，倒是你啊，又认真又勤快，还特别有同理心。我呀，能招到你这么好的员工啊，是我的福气啊。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店长，也是我的福气。店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哎，咱们仓库里堆了这么多尾货，这是要怎么处理啊？啊，这些啊，公司每周都会派车过来拉的。这么多，这拉哪儿去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以前公司呢也经常卖尾货，我对尾货有不一样的感情。哦，这些啊都是公司安排的，我呢就负责对接，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。往哪儿坐呢？往哪儿坐呢？哎！哎什么？你不是随便坐吗？说正事儿吧。这个实体联盟要分化咱们这事儿，你知道吧？
听说了。你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，我真有点担心谈判谈崩了怎么办？谈崩了，我们也不能被他们压着打，不能这么被动。大不了以后不从他们那儿进货了呗。不从服装联盟进货，从哪儿进货？又回批发市场？那不直接给咱们打回原形了吗？那种货双11怎么卖啊？不是陈朗，那你这个意思怎么着？咱们就任人宰割呗？我也没说要任人宰割啊。我是觉得现在这时机不好，不如我们换个思路，先由着他们统一定价，咱先把双11这坎儿过去了，到时候咱们再反抗，我觉得来得及。明天就要上谈判桌了，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？摇摆不定。你别到关键时刻给我掉了链子。我没掉链子吗？我这不就说说我想法吗？咱们俩又不是一类人。那人和人之间都不一样的，都不是一类人。我们现在有共同的目标，对吧？共同的信念，怎么不能合作？不是，你看你这样，怪不得人家家园看不上你。你怎么了？小小罢工了，说公司现在无货可播，在这待着还不如回家喂孩子。那胡说八道！人呢？在那儿呢。好不好呀？我晚上要多吃一点青菜。妈妈先工作啦。那你亲妈妈一下。小姐，这给儿子打完电话了？我的亲姐哟，你可不能吓唬我陈朗啊！我胆儿可小，你说你这不动了可怎么办啊？你可是咱们公司金牌主播，公司的永动机，全指望你呢。你是初中物理没毕业吗？这世界上哪有永动机啊？陈总，我可没吓唬你。卖地摊货，我忍了；卖纸尿裤我也忍了。可是做成纸尿裤专场就过分了吧？你让我怎么播？啊，来，亲们快看，这里有个宝宝哎，穿了纸尿裤一天都不会红屁股哎。啊，你让我怎么播？我觉得这不挺好的吗？小乔，咱们出来是赚钱的，又不是出来赚脸的。再这么播下去，我的粉丝都要生宝宝了。循环经济也不带这么玩的。晕了。对，哎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明明知道我不爱吃洋葱，你还点洋葱。我一闻到洋葱的味儿我就清醒。那你吃，你以后别靠近我。不靠就不靠。有情绪啊！来，你跟我说说，这个你那有什么情绪？没情绪，特别就开心。有情绪。少来啊，跟我说实话。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问题啊？还是双11快来了，遇到什么麻烦？也没有，我就是怕。你说这次双11，我们下了这么大功夫，
做了这么多的努力，要是最后干砸了，怎么办？手先给我，放上来。咱俩影集田园，你来耕田，我来织布，咱俩过那种哇神仙眷侣的小生活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假的？想什么呢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哦，你不知道，现在乡下，田园的那种地有多贵。这种田园生活就是梦想，是童话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不可能是真的。认清现实啊！来，哦，说吧，什么事儿瞒着我？真没事，真没事。行吧，你不想说就不说了。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。不管公司遇到什么困难，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的。这个是真的。我都搞不清你哪个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就当你是真的。哎呀，那既然是真的啊。你就给我表表决心吧。表决心，我也不吃洋葱。你吃洋葱，我就相信这是真的。哎，那你问我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吃之前我突然想起一事儿。说真的，这是认真的。我在柜台工作的时候啊，我发现最近波波罗的尾货都直接运到总公司处理，不做任何销售。他不销售的话，他怎么处理啊？我也觉得特别奇怪。我觉得可以查查看，看看他们要干嘛。人都到齐了吧？到齐了，咱们就开始吧。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，并没有讨伐谁、压制谁的意思。我想先说一个现象：这1年多来，我经常在线下商场看到顾客来试衣服。试鞋子，可是他们试完之后呢，不买。你们知道他们上哪儿买去了吗？网上。这个耳饰是不是非常的好看？它特别的闪，然后我们在平时通勤的时候呢，可以搭自己的轻装。这就是我们实体现在面临的危机和压力。直播公司随意打折，发放优惠券，导致实体客户大量流失。所以，今天的谈判，我们的诉求很简单，就是要统一零售价格。现在可倒好啊，这店里半年的业绩，还没有人家网上直播1个小时卖的多呢。哎，你看一下啊，咱们这个系统上的尾货怎么显示的是销单呀？不是应该是退货吗？西西，这点尾货怎么给你弄得神魂颠倒的？还纠结呢？我从来这儿第1天起，店长就让我这么处理，这是规矩，别问了啊。最近吧，双11马上就要来了。是。虽然说吧，人家电商领域引领了这个购物的潮流，但是咱们实体也想分一杯羹啊。今天咱们的实体联盟要联合这个电商联盟，还有直播联盟，准备3方谈判呢。是吗？那这是好事儿啊。可不是嘛。那这儿
以后的业绩就不用愁了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宋总，我说两句啊。您刚才说的，我觉得非常对，但是您遗漏了一点。我做过调查，其实现在实体商场基本上每年或者说每半年、每季度都会搞店庆活动，而且店庆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大，5折、3折随处可见。而且现在很多品牌商场还提倡会员制。如果你办了这个商场的会员，所有商品都会有8到9折的优惠力度。我们以前电商很多节日，双11、双12、618，哎，实体商场也开始跟我们一起搞促销、搞活动。其实这些7七8八算下来之后，我发现实体商场的优惠力度不比我们小啊。商场搞活动，那是为了自救。你们的折扣这么狠，那我们的促销自然就多了。我们是做生意，不是做慈善，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商业新锐，是年轻人。我也年轻过，我能理解。起步阶段看事情是容易聚焦眼前，所以今天我提出要统一市场价格，是从长远角度考虑的。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冷静下来，认真的、好好的考虑一下。哟，总算是知道把衣服穿整齐了。当然啦，楼长您都提醒过我了，同样的错误当然不会再犯第2次了。看不出你还是循规蹈矩的人呐。我看网络上那个胡子事件，说你们家为了赚黑心钱卖假货，害得人家好好的姑娘家都长胡子了。这个也是网上的传言，也不见得是真的吧？要是真无辜啊，也不会在这儿当柜姐了。当柜姐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呀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跟以前的公司没有关系。今天隔壁服装店新开，人手不够，我们都是一个楼层的，你呀，就去帮忙熨烫一下衣服，摆放一下陈设什么的吧啊。楼长，你看是这样的，我们店里今天呢也没有什么人，你就让我跟西西一起去吧。哎呀，楼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觉得呀，他们2个现在一个都不能走。今天我们大区的经理啊要过来巡查，你说他们俩都走了，店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这不太好吧？你们的意思是说不帮忙了？哎呀，楼长，多理解一下。你说要是怠慢了经理，谁担这个责任啊？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楼长，我呢是波波罗的员工，所以一定要先照顾我们家的事儿。不好意思。楼长慢走，看楼长气死了都。啊，你们2个太给力了。宋总，您的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可啊，互惠互利。咱们今天谈判，为的就是一个互惠互利。但是只有大家互惠了，互相退步了，才有互相赚钱的机会。我们也不是说一点不能让步，统一价格，我可以认，但是需要有一个期限。期限是什么呢？所有新品
上新之后的1周，或者是10天、15天，我们以后再聊。这段时间内，我们可以遵守统一价格。上新10天之后，让我们开始发送优惠券。超过这段时间之后，还有反季商品，必须允许我们使用优惠券。小段总，你没有诚意。现在的消费者多聪明啊！如果按你说的，我可以保证，3个月之内，所有品牌上线第1周的销量将下降50%。都知道后边会打折，谁还在第1周买东西啊？加到购物车，等着呗。宋总，你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，实体联盟里的大部分成员都是高端商场，那些等着打折才买东西的消费者，不是你们的目标，他们不是最强的购买力。我们今天来这儿谈判，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讨口饭吃，所以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。所以我说，你没有诚意。为什么除了瑞之外，其他联盟公司都可以接受统一条件，就你不行呢？不可能，我们直播联盟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没有给出任何态度和意见，是吧？你答应了吗？你们答应了？段总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站在实体联盟的立场上来考虑一下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站在别人立场考虑了？啊？你爸还没说话呢，你是不是又想着反水？诸位，该吃午饭了。啊，要不这样吧，先吃午饭，午休一会儿，啊，大家伙把刚才说的议题呢都消化消化。然后我们下午再接着开会，这位老总同意吗？好啊。一会儿你帮这箱回来，再把那些搬走啊。这么多，哎，师傅啊，咱们这么多尾货是要运回波波罗总公司吗？公司？不是。等会儿啊！那运哪儿去啊？怎么运城外去了？哎，西西，城外。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？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店长，刚那司机说了，咱们这些尾货是要运到城外去，运城外干嘛呀？你要知道啊，尾货的售卖，这个必定是要打折的，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价格体系，也会伤害到我们的品牌形象的。但刚刚那司机说了，不是运到总公司呀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些啊，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儿，赶快搬货吧啊！嗯。哎，来，帅哥，这边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王晨啊，你坐在谈判桌上一句话不说，干嘛呢？还学会替实体联盟考虑了？你给我开什么玩笑呢？段然，
别那么幼稚行不行？这是谈判。我幼稚了是吧？啊，谈判你不说话，我幼稚了是吗？陈乐，你别跟我装了好不好？你就跟我说吧，实体联盟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实体联盟跟我们提的条件，跟大家的都一样。都一样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变卦，坐在旁边当观众了是吧？你要是早点说，我就认了。我们已经到这儿了，已经开始谈了。你们把我顶上来，让我上去谈，你们态度给我说句话呀！段然，我们是小本买卖，我们熬不住了。实体联盟发难之后，大家日子有多难过，你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但我们情况不一样。我这底下还有一票跟我生死过来的兄弟，嗷嗷待哺，等着我给他们开锅呢，都想要日子好过一点呢。现在谁不是啊？我就说现在当下谁不是？你公司一帮人，我公司没人啊。我公司不也一帮人等你下锅呢吗？现在再加上你，加上那几个直播公司老板，你们把信任给了我，我把你们扛在肩膀上，这是责任。我挺住了，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说话了。现在谁不是这么挺着？段然，你我不一样。我们死就死了，风一吹化成灰，歘没了。你不一样，你有你爸呢，后面还有 QE 顶着呢。我们有什么呀？我们敢吗？我有什么不一样了？现在，我们今天你我坐在这个桌上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是相同处境，是我爸坐在那儿，有什么用呢？他帮我说一句话了吗？他说一句了吗？要我说，我们这些小公司对抗服装联盟，就是螳臂挡车。你好歹还有你爸在那儿坐着呢，我们有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玩不起。时间跟你瞎吵，我还不如去市场里面，去好好重新进批货。是吧？兄弟，咱们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咱们现在不拧上一股绳，我们就全完了，公司的兄弟全没了。你好好想一想。你跟我回去，咱们俩打配合，咱们跟他们聊，把我们的东西要回来，那是我们的。兄弟，段然，这饭我不吃了，这会我也不开了。
人到齐了吗？齐了就开始吧。既然只有瑞一家，也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咱们按照老规矩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好不好？我来讲几句。哎，芦荟宝宝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的草莓味儿甜甜圈没货了，我给你换一香草的，都挺好吃的，差不多啊。等我一下，马上上来。怎么样？谢谢。哎，西西。你怎么跑这儿上班来了？之前不是听说那个胡子事件解决了吗？是解决了呀，但是我不想回去。我做 CEO，每天不用为了现金流啊、库存、供应链这些事儿烦心，哇，这种开心、轻松的感觉，我自己特别喜欢。那现在还是闲不住，劳碌命呗。没办法，就是劳碌命。现在闲的我自己都不适应。你怎么回事儿？平常那么忙，手机不离手的，今天怎么还有时间过来逛街啊？辞职了呀。不知道啊？怎么回事？就是我有一些跟洋洋的妈妈在经营洋洋上面意见有点分歧呗，想法有点不同。不过吧，因为洋洋在你这受了伤，所以他现在投靠他妈妈这事儿，我不能怪他。不是，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认识洋洋那么久，你是我见过的令他第一个心动的女孩。